各峰之间本来就有摩擦和不和，这是李长寿入门后观察2-3年就得出来的结论，故他也不会刻意去针对仙林峰，顶多是在门内大比遇到他们峰的弟子下手黑一些罢了。现在只要你动一下。李长寿的双眼略微眯起，凝视着雨雾中的仙林峰，注视着那个在洞府深处打坐的身影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呀？背后传来一声轻唤，李长寿扭头看去，自是灵娥从草屋中走出来。她正用手指梳弄着柔顺的长发，俏脸上带着刚睡醒的少许红晕，对着李长寿微微一笑。背后的草屋中，那2个身影也慢慢地醒了过来。李长寿对灵娥露出少许微笑。当年的师姐护不住师弟，无人为小雄风出头，如今却是不会了。片刻之后，小长寿、小灵娥，你们小雄风准备在这次仙门大比拿什么名次呀？九九师叔靠在草屋的门框上，嘴角带着少许笑意，抱着胳膊如此问了一句。灵娥眨眨眼，看向自己师兄。屋内正紧张整理自己衣裙的有心玄雅也是略微点点脚，朝着外面看了一眼。显然他们对于李长寿的野心也都十分关注。李长寿沉吟一声，本来想说一句自己争取前50名次就可以了，能得到门内给的大部分奖赏，非要去争前20也没什么用。但是稳妥起见，他略带犹豫地报了一个预期排名。报108，争72吧。扑哧一声，灵娥禁不住笑出声来，九九顿时翻了个白眼，而刚系好束腰的有情玄雅却是轻轻皱眉。有情玄雅暗中思量，长寿师兄无论哪一点都十分优秀，就是有时候太过谦逊，有点缺乏自信。他刚要说话，小师叔已经掐腰开始数落了。小长寿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现在破天峰谁还不知道本师叔跟你关系最亲近，你在门内大比要是排位太低，本师叔的面皮也会被你丢光的。灵娥在旁只是轻笑，知道师兄已经度过成仙天劫的他，完全不担心师兄在门内大比的表现。长寿师兄，有情玄雅走出草屋，注视着李长寿。大比还有3年，我近来修行也遇到了少许阻碍，不若我多过来几次，你我切磋斗法小术也可互有增益。李长寿笑着回了句：有情师妹安心修行就好，到时候我努力，应该能够混到天罡层次。这才像话。九九哼了一声，但还是有些不满。门人弟子200年为一定数，这次门内大比至关重，关系到你今后能否留在山门中继续修行。灵娥入门时间还浅，你入门却已经100几十年了，前36位可必须保住才行。师叔教训的是。李长寿认认真真做了个道揖，吸了一口气，正色道：那这一次师侄就大胆一些，保72，争36。九九顿时感觉莫名的感动，对着李长寿竖起一个大拇指。虽然门内大比肯定不能让你用毒丹和迷药，也不会有阵法施展的空间，但如果你全力以赴，一定能做到的。一旁的灵娥背着小手，仰头看天状。长寿师兄，有情玄雅也向前半步，那双妙目之中满是光亮。师兄对我有何期许？既是首席，自当……李长寿话语一顿，感觉自己的话语或许会给有情玄雅带来不少压力，于是改口道：自当力争前3甲。呸！九九一声冷哼，少许震动，气势汹汹，他凶巴巴地道了一句：玄雅自然是要力争头名，首席大弟子这才实至名归。斗法并非只是靠修为，临阵反应、神通克制、保护多寡，都有一定的影响。
后三者影响甚至还要更大一些。正说着话，李长寿话语稍微一顿，仙识捕捉到仙林峰的蒯司道人已经站起身来，朝着洞府之外走去。洞府之外有3位年轻弟子站在那儿，在禀告有关门内大比之事。李长寿念头急转，不动声色，又笑着道了句：若有琴师妹你不嫌弃，不如明日过来，咱们切磋几日。有琴玄雅顿时笑道：那明日一早我就过来。啊，恭候师妹大驾。李长寿和有琴玄雅相互拱手行礼，2个人相视一笑。有琴玄雅并未太多想，只是单纯的欣喜，而李长寿这边却是在考虑，假如蒯司道人这次要外出，那第一个不在场证明的目击证人已经到位了。根据李长寿对面前3个人的了解，第2个不在场的目击证人很快就会自己跳出来。既然如此，久久背着手，端着一副高人做派，向前迈出2步。那本师叔呢，也就勉为其难啊，过来指点你们几天吧。你们的谢礼记得备好啊，我要100颗糖豆丹和10份好酒。李长寿顿时笑着点点头。一旁师傅的草屋中，有些憔悴的奇缘老道站在门前，听到外面的笑语声，嘴角露出了少许欣慰，抬起的手再次落下。随后奇缘老道便转身回到蒲团处，盘腿打坐，继续修行。李长寿自然注视到了这一幕，心底略作思索，已经有了盘算。虽然报酬挺重要的，但是让师父重新振作起来，好好享受余生，也同等重要。毕竟李长寿不是为了出气才会去找这个蒯司道人的不痛快，他只是替师父鸣个不平罢了。蒯司道人并没有让李长寿失望，在山中修行了10多年的这个真仙道人，给自己几个弟子许诺，在大比之前，每人添置一件上等法宝。故蒯司道人第2日就出山，朝着北面熟悉的防阵而去。李长寿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等了10多年的机会。2只指道人同时上路，而这2只指道人的身上自然都带着备用指道人。对方一路前飞，指道人施展土遁暗中跟随，跟了整整2日，到了一处北周边界附近的防阵。要出手袭杀，自然是离着渡仙门山门越远越好。此地妖人混杂，颇为热闹，汇聚了不少干脏活捞财之人。稍作思索，李长寿开始实行第2套方案。半个时辰后，蒯司道人在自己相熟的某家法宝铺子，为自己徒弟挑选一些来路不明的法宝时，突然看到了街角有一个熟悉的身影走过去。这个道人先是一愣，仙识立刻跟随上去，眼神有些迷茫。对方披着斗篷，但是面容身形与蒯司道人本身竟然一模一样，毫无二致，但是修为却只是勉强抵达真仙境。虽然此人极力地将修为鼓到了真仙境中期，但明眼人一看就能看透其外强中干之势。好胆，竟敢在此地冒充贫道，当真是找死！当下蒯司道人对法宝铺的掌柜道了一句稍后过来，便快步走出店门，隐藏气息，暗中跟了上去，很快就出了防阵，驾云向前追赶。与此同时，李长寿看着面前这亮丽到有些刺眼的有情悬崖，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师妹出手吧，今天也要记得多留些仙力。
有清玄雅面露正色，对李长寿做了个倒衣，立刻御剑前冲。小雄风着，火箭穿梭，符阵涌转，两道身影在半空斗得有来有往。今天换了一身冰蓝长裙的有清玄雅，依然是如平日里那般美自天成，芳华绝代。草屋前，坐在矮桌两侧的小师叔和小师妹齐齐仰头看着，手边的点心茶水不断。当有清玄雅飞过他们两个人的头顶，小师叔都会哇的一声，说一句：哎呀，小雅今天穿的竟然是这个。灵儿连忙打断：师叔。小师叔又嘿嘿一阵怪笑，说：小雅还是跟昨天一样漂亮嘛。空中，李长寿含笑催动符阵，一托灵巧的身法挪移，看似是与有清玄雅打得有来有往，实际上是一直被追着打。有清玄雅也遵照九九的叮嘱，虽然只用了80%修为，却也是法宝齐出，认真地对待每一场切磋。符阵的符箓是消耗品，虽然廉价，但是几天斗法下来，也让李长寿有些心疼。他们小穷峰任何一点资源都是有价值的，不过此时的这一点浪费也是值得的。北距泸州与南赡部州的边界，一座防镇附近的密林上空，一道披着斗篷的身影驾云飞过，不多时，后面有另外一道身影追来，两道身影竟然十分的相近。前方先过去的自然是李长寿用纸人假扮的蒯司道人，后面的这个却是李长寿一刻没停下监控的真蒯司道人。10多年的等待，这不知多少万里的追杀，对方这么容易就被引出来，让李长寿后续几个想了许久的方式完全没有出场的机会，毫无棋逢对手之感。虽然对手瞧不起自己，但是李长寿却很瞧得起对手。李长寿并未在这个方向上埋伏，或者是布置阵法，因为那样有可能会引发对方的灵觉震动。同样，李长寿此时也在克制着自己的杀意，心底想着一些跟对方友好交流的画面，以免对方生出预感。看一眼侧杆时，李长寿已经有了出手的机会。此时关注他们的人已经很少。不急，再稳一手。先时一刻不停，探查着附近数百里的环境，从高空到地下1000丈，李长寿心力全开，不断地计算推演。一只指道人在此地引蛇出洞，另一只指道人却在另一个方向的更远处，放出第3只指道人和8只原版纸人，悄然布置着稍后的主场地。这10几年炼丹后才，门内月供所累积的宝财，半数都在此地。为了让灵娥有一点参与感，李长寿还扣了灵娥几个月的月供，让她置换了一点炼制大阵镇机用的材料。当然，灵娥并不知道师兄用那些材料做什么，师兄有需要，他便服其劳。李长寿喜欢掌握主动，但是不喜欢主动招惹因果。今日李长寿主动出手，已经做好了周全的计划以及后续的应对方案。虽然不能说有10%的把握，毕竟自己要搞的这个道人也算是人教弟子，但此时对方已经上钩了，此时的把握勉强可以算作9成8分。这两道身影前后飞出1000里，蒯司道人对前方假扮自己之人的杀意越发的旺盛。能够看得出来，他杀人夺宝、尾随痴汉的事没少干。在后面跟踪时，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，经验十分的老道。飞过1200里，蒯司道人开始悄然间提升速度，继续隐藏气息波动，从侧后方不动声色地靠了上去。眼看蒯司道人即将对面前假扮他的道人出手了，李长寿在意的却是
此时几块侧杆石上已经没了先世探查。显然尾随杀人这种事在这座人妖混杂的防阵中也算是常态，没什么稀奇的。前方扮作蒯斯道人的指导人暗中打开了一只瓷瓶，继续向前飞了数百丈，突然转身看向身后，侧后方千里之外。蒯斯道人眉头一皱，停下身形，但是随之蒯斯道人冷笑一声，缓缓升到了空中，和假扮自己之人保持了同一个高度。道友，蒯斯道人淡然道，假扮贫道招摇过市，是否要给贫道一个说法？你我既结下了这个因果，今日怕是要做过这一场了。假蒯斯面色一变，在空中缓缓后退，对着蒯斯道人拱拱手。道友勿怪，贫道这般只是为了便宜行事，无意冒犯。便宜行事？蒯斯道人驾云向前逼近，背在身后的手中已经握住了一把长剑，一只飞梭，仙力也在注入法宝。假蒯斯面容之上流露出了少许的慌乱，又出声道：道友，我不过是假扮了你，也并未污你名声，不必如此吧。哼！蒯斯道人双眼一眯，那飞梭已经消失在手中。这飞梭似乎是能够隐踪，此刻绕了一个大圈，悄然地摸向了假蒯斯的背后。李长寿嘴角一撇，这个家伙也是一个阴人的行家呀。为什么要说也呢？可惜呀，蒯斯道人虽然有这飞梭法宝，却始终是少了几分警惕。空中本来不易偷渡，需要少许时间，也容易被对方给发现。但是此刻，这两道身影一退一进，且蒯斯道人大部分的心神都用在了控制那飞梭上，